各位，我是杰克，这是阿维塔07。那我们都知道，华为跟很多车企都有合作，那阿维塔呢就是其中最早的一批。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阿维塔跟华为的联系会比跟其他品牌更加的紧密，对吧？那今天我就在重庆来体验一下阿维塔07这个辅助驾驶在重庆的山城的表现。好，各位，我们现在就在重庆的内环快速路上，然后现在我们正在一个多弯的匝道上面。这样的弯道呢，它对你车道保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现在马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右前方要绕一个360度的回环，要到下层去。现在轻轻的减速，保持在左侧车道。不过待会儿呢，我们还是要打到右侧车道去的啊，因为这个车道不是我们想要去的方向。好，他为什么选择呢？现在还没有往右打，但是转向灯已经打起来了。看上去的好像是要找机会插队啊，哎，看看怎么表现。还没进，还不是机会吗？我们大概前方还有200米、300米左右的空间啊，再不打就打不进去了啊。哎，尝试变道中，路况复杂，会变道吗？现在是机会哦，前面是实线啦。如果我是一个人类的话，可能刚刚会跟在这个黄色出租车的后面啊。刚刚那是一个机会，但是现在已经非常非常近了，机会非常小。还要跟他斗吗？还要跟他斗吗？现在是机会啊，去啊，走走啊！让后车先走吗？可以了，现在可以走了。哎，对，终于动了。现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博弈情境，右侧的车辆基本上是不会让我们的。好，我们进来。OK， 千钧一发吧，我说。刚刚这个路况其实挺难的啊，如果是一个人类司机的话，可能会选择更早去变道，或者说直接就排队了。阿维塔07选择了在最紧要的关头插了一个最前头的队。哎，这车有意思啊！行人闯红灯了，哎，这个情况也是蛮难的，就是这种你说中国式过马路，能怎么办？大妈怎么啊？但他还是知道啊。阿维塔07还是知道的，肯定是要避让行人，不管你是不是处于红灯，或者是有没有路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OK， 好，保持直行。好，刚刚那个算是我们过了今天整个路段当中最难的几个之一啊，非常难，包含加塞，包含这个变道，包含这个人车混流，以及一个各种博弈的一个情况。那这辆车呢，都还算是比较平顺流畅的过了。我们在之前有拍过一次，是07刚刚发布的时候，我们去专门测试了、体验了它的一个动态的整个驾驶水平。那不管是在紧急变道啊、加减速啊各种方面，这辆车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这辆车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的，比如它非常漂亮的外观设计，这一点我是非常 respect 的这种自主性。然后就是它的配置，这是一辆 Ultra 4驱纯电，然后它的马力是来到了600匹，然后0把加速也是在4秒以内，这个动力是相当奢侈的。今天我们整个辅助驾驶体验的路况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啊，会从南岸区出发，然后走到那个铁山坪，然后整个路段呢，30-40公里吧，然后包含城区、包含高架、包含快速路啊，以及包括山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路线了。哎呦，今儿可太堵了。好，通过堵点了，我们现在要右拐。转弯很顺，然后前面汇入主路。没有什么障碍啊，继续往前走。前面呢就是我们之前体验过多次的这个朝天门路段，这个路段是以前是小商品城，所以呢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还有行人。那人流量特别大，车流量也很大，所以这段的交通路况会比较复杂，比较考验辅助驾驶的处理能力。你看，像这儿前面是停了一个厢式货车正在上货啊，很多人。然后呢又是人行横道，又有车在往这边转。真是太复杂了。好，这是一个小拖车，占了基本上一个车道吧，所以我们就只能停在这里。什么时候往前走不知道。现在路况空了，应该可以走。对，这个情况挺难的，因为行人看到有空档，他就会直接往里插，他不会等你的，他也不会让你。后面的车一直在滴滴我，再等一等，看他怎么办。好，如果现在我不走的话不行了，我必须给他一脚。
OK， 先通过吧，先通过，没问题，没问题，继续往前。啊，这样的路况就是可能会需要司机自己去拿捏这个介入时机的一个问题啊，只需要轻轻的给他一脚电门，他就自己通过那个最难的部分就可以了。好，这是一个绿灯，接着我继续往前走，没问题。正如我所说啊，这个道路真的好，就刚刚那几个路口，我总结一下吧。我感觉它的整个策略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不会去说跟行人去争。只是各位需要考虑的是，当你在使用这样的辅助驾驶的时候，你如果说一味的去等待这么大的人流通过，你自己的交通效率会受到影响。很明显，刚刚的后面的司机一直在滴滴我，在他们看来，我是完全可以往前走的，我是有机会的，只是 ADS 4选择了不那么激进的走法。左拐路况，出租车司机等不及了，直接从外道超我了。有上压力啊，蹭着走。这样蹭着走的这个方法，确实只有人类才开得出来。对于 ADS 4来讲，或许这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的可以通过的一个时机了。前面马上左拐之后，我们马上要右拐，但是前面右拐的车道又被堵上了。这些都是在真实的路况当中完全不可控的一些人为的因素。如果说当我们真正达到了那个全民都自动驾驶的时代，或许真的会没有这些问题，整个路面的驾驶会简单很多，因为大家所有的机器都遵守规矩嘛。好，这时呢我又拐下来了。好，这也是一个有名的路段啊，来福士广场这旁边的2、3个拐，这几个拐呢是下坡。鱼，你在走线吗？还外内外呢，有意思。不过刚才也没车啊，还行。现在我们上了滨江路，滨江路的路况就会相对简单一些啊，就是一个2车道，就直着往前走就行了。看，我们马上进入洪崖洞这个区域，做一个汇入主路，很简单。前面又是一个路口啊，我们需要在前面的路口右拐，然后保持在右侧车道去转弯。哎，他没走右侧车道啊，又想插队，又想去前面找机会，找吧，看看你怎么找。我觉得这个是华为 ADS 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啊，就是它会在这些地方去累人操作，一直打热向灯找机会，但是整个车流排的是比较紧密的，所以他选择了再往前找，真有意思。哎，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啊，刚刚那个操作，他会很快的就决定说，哎，我不要在这儿等了，我在前面去找个机会，我要快点。前面这个海豚是在这儿插入的，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旁边是个越野车，身高比我们高，哎，前面已经是实线区域了，又是千钧一发，又只有在这儿等着。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插队的话，这个时机已经不是一个好时机了啊！你没有速度优势，可能会给变道这个行为增加更多的难度啊！哪怕是在博弈的环境当中，当你没有速度优势的时候，人类驾驶员可能不会去让你啊。各位不得不说，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位置，因为前面左边2个车道都是直行，然后只有右边这个车道是右拐。但是前面就已经是实线了，我不能再往前走，但我同时又挡住了后面的车，略有不安。我感觉可能待会儿得绕个路，我觉得旁边这个车不会让我们。一个开这种小货车的这种司机是最精的那种司机，有机会吗？哎，你看没有速度优势，你是很难插进去的。哎，强行走吗？旁边司机让我们操作，必须得给他加把劲。好，刚刚卡在那个地方，对方司机已经明显示意我们走了，所以我必须踩一下电门，不然有点不厚道了。好了，马上要绿灯了，我们要走了，赶快通过这个要命的路口吧！哎呀，进入主路，没有空间了，不急。好，兄弟们还是要保持右侧行驶，马上要右转上匝道上桥。重庆就是桥多，刚下了一个桥，又上另一个桥。公交车道，我们打出去。哎，还好有机会，很丝滑啊，动作还是很丝滑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不错。在这种类人性、流畅性方面，我觉得 ADS 4真的做得非常好。上桥并入主路，旁边美车，通常很丝滑。在这种汇入主路的这种路口，审时度势，然后去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怎样的车速，这个我觉得是门学问啊。前面是一个挺特别的车道啊，
我们要往右边一直打3到4个车道，打到最右边去。但是它又是一个主干道，所以你的后面肯定会有车插上来，这就考验你这个辅助驾驶系统的整个智慧程度了。变了一个道，轻松，再往右边，现在是机会，对，很好，不错，再往右边。这要汇入主路，我们是让了吗？啊，让了，因为刚刚那辆车身位它是比较接近主路的，所以就让了啊。但是整个变过来的过程贴身丝滑，真的，如果我是一个乘客的话，我闭着眼睛，我刚刚那个一段很难分辨是人在开车还是辅助驾驶在帮我开。好，这是一段没有车道线的这个匝道，但是整个走的还是挺顺的。刚才超了个车呢，继续往前并入主路，旁边是一个水泥罐车。你看，像这种罐车的这个它的复原还是挺准的。在这个 S2 界面上，它也会显示出当前的服务区它的整个充电桩的一个情况，挺人性化的。哎，它识别到前面这个货车挺慢的，它也急了，往左打一个，往左边一个道，加速往前超过，很干脆。ADS 就有这个意识去跟上整个车流的这个速度。我觉得在效率这一块 ，ADS 4真的是特别的厉害。哦，快碰上了，兄弟！这块路会比较窄啊，专门封出来一块路，我们要打回自己这方向的车道，是在对路，很轻松，没问题。像这个路况，刚刚拐过来之后，可能你的注意力都还在路面上，但是凭空这里就马上出现了一个红绿灯，你作为人类驾驶员的话，可能对你的观察力会提出一个比较高的要求。ES4 就很准确的去识别到了这种东西，它是知道这儿有红绿灯的，所以也算是某种程度上能够给驾驶员减轻负担。好，前面有路障。丝滑的向右变2个道，变到最右边不错，右边又有行人，你看这种，有施工，右边的施工占用了一半的车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变道，必须要往右变。在这个 S2 界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锥筒啊，包括这个工程车辆都是能够很清晰的识别出来的。变道成功，哎，处理得很好。像这种路段已经完全难不倒这个 ADS4。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最后的一段小山路。这段山路的路况其实是我觉得比较正常的啊，2个车道，然后路面情况也比较理想，今天天气也比较理想，只是有很多盲弯。我们之前也用过其他的搭载华为 ADS4 的车子，走过这段路了，然后表现都挺好的。这辆车没有理由做得不好，对吧？好，第一个弯，车道保持得不错，是一个往右的盲弯。即将到达终点，后边临停，请注意行车安全。车道，我们这个车道有障碍车，简单的绕开，绕街道半个车道。好了，我们到达终点了，前面这个地方停挺满的，我们就随便找个地方靠边停车吧。今天的辅助驾驶体验一圈下来，我觉得这辆阿维塔07的辅助驾驶表现可圈可点，直线的表现非常的亮眼，然后在弯道在顺滑度的处理上都非常不错。总体来讲，这辆车的辅助驾驶体验我能够给到90分以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华为给很多车企都进行了赋能，它把自己的鸿蒙座舱，包括华为的这个辅助驾驶，都给到了不同的车企。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他们肯定是得到了最大的好处的，能有更好的一个驾驶的体验。那对于车企来讲呢，得到华为赋能的这些车企，肯定他们的产品得到了迭代和更新。那我们说再宏大一点，对于整个行业来讲，随着华为技术的普及，整个行业的竞争力得到了提高，甚至于整个行业的法规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那我觉得，不管是从什么层面来说，这样技术的普及都是好事一桩。